1956年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时，毛主席曾表示，现在美帝国主义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而在更早的1953年，毛主席还曾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毛主席实际上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清楚美国政府欺软怕硬本质的人，而这种清晰的战略头脑，最终帮助中国在1964年的北部湾事件后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回讲到，美国人因看吴廷琰越来越不顺眼，最终决定默许南越军队高层发动政变，拿掉这个不听话的代理人。然而，不知是不是巧合，就在吴廷琰被杀的20天之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就这样成了新一任美国总统。虽然围绕林登·约翰逊的阴谋论层出不穷，不过在上任之后，这位半道出家的总统很好地继承了肯尼迪的外交策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约翰逊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南越的投资。吴廷琰之死虽然在日后看来是美国犯下的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但南越变为一滩烂泥，同时也为美国提供了大举介入南越的机会。肯尼迪死后不到4个月，约翰逊就表示，没有我们的支持，南越必然崩溃，印度、印尼、菲律宾也将遭到威胁。约翰逊这话表面上看是在表示北越威胁很大，而真实用意则是美国必须全力下注南越，并彻底消灭北越的威胁。然而，越南冲突使南越背弃日内瓦协定在先，南北越再怎么打也轮不到约翰逊政府指手画脚。为了给美国增兵找理由，约翰逊在做出上述论断之外，决定在北越控制区内寻衅滋事，逼迫北越打第一枪。美国人用的手段非常简单，美国陆军并不会从陆地上直接袭击北越，但是美国空军在南越大量部署，并做出即将轰炸北越的姿态。同时，大量美军舰艇向越南方向集结，并在远离南越却紧邻中国与北越的北部湾地区频繁巡逻。美国海军此时出现在北部湾，就是想碰瓷北越，以制造战争借口。然而此时的北越也清楚美国人的用意，同时北越海军在美国海军面前也不值一提。因此北越忍气吞声，任凭美国海军在自己家门口耀武扬威。可是约翰逊政府是铁了心要搞点什么事情来。1964年8月2号与4号，美国政府宣称其第7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遭到北越方面的挑衅与攻击。还没等北越一方为自己辩解，已经在南越境内准备就绪的美国空军就于事件发生的1天之后开始了对北越的轰炸。美国杜撰的这次袭击就是北部湾事件。在北部湾事件发生仅3天后，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东南亚采取一切措施，抵御对美国的一切进攻。就这样，越南战争彻底激化，而北越也被美国彻底拖入战争泥潭。可是北部湾事件实际上并不是美国对北越的讹诈，美国的真实目的是试探北越背后的中国的真实底线。早在1960年，肯尼迪政府在报告中就把中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敌人，还认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虽然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人这就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但对此深信不疑的美国始终坚信中国会通过越南渗透整个东南亚地区。然而，自日内瓦会议后的许多事实一直在证明，中国爱好和平，不希望同美国争霸，也无意谋求霸权。可是美国人始终认为中国是在伪装，只要时机一到，中国一定会露出獠牙扑向美国。被这种想法控制之后，美国人精心策划了北部湾事件，试图通过冒犯北越与中国来撕毁中国的虚伪面纱。而在北部湾事件发生之后，中国起初也同美国想象的那样，反应极其强烈。美军空袭北约次数，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表示对北约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略。短短5天内，超过2000万中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美国对北约的野蛮侵犯。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国内进行了紧锣密鼓的战争动员，不仅将大量军队调往广东、广西2省，还在靠近中越边境地区新建了3个新的空军基地。1965年初，为了支援北越抗击美国侵略者，中国还同北越联合进行了空军演习。然而，中国的反应看上去猛烈，但实际上非常克制。中国的大多数行动都停留在舆论上，有限的军事行动也都明显是在防御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1965年1月，毛主席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表示：“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在与斯诺的会谈结束之后，毛主席还指示中央军委对入侵领空的美国飞机予以监视，但一般不要进行攻击。然而，尽管同斯诺的对话与中国军队的克制都在向外界传达中国希望各方和平的意图，但是当这些消息传到华盛顿之后，美国人不仅不认为中国是真的爱好和平，反而认为中国开始服软。
约翰逊总统在得知中国的应对之后，认定美国强硬行动起到了效果，美国的遏制理论以及所谓力量的逻辑成功了。在美国的强硬形势下，中国人已经被吓破了胆。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约翰逊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北部湾事件是他们挑衅在先，反而开始变本加厉地干涉越南局势。斯诺归国1个月后，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服软，开始单方面持续扩大对越南的干涉程度。1965年2月，美军狂轰滥炸了北越广平省，还攻击了北越南部沿海的物资中心。3月2号，美军又通过了最新的滚雷行动，持续扩大对北越的攻击力度。不光是空袭烈度持续增加，美军还破天荒地开始了陆地行动。3月8号，3500名美军登陆南北越交界处的岘港，越南战争出现了无底线扩大的趋势。在得知美国人完全听不进去好话之后，毛主席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反应过来了。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已经换了2届，现在的美国人又变回了那个不讲道理的纸老虎状态。对付这样的美国，耐心讲道理是没用的，必须要让美国人看到中国的决心，让他们想起朝鲜战争中的往事，才能以战制战。就在美军登陆岘港后的1个月，中国立即调转了宣传方向。周总理在有关越南问题的发言中，开始不再将重点放到呼吁和平，而是向外界传达中国的决心。1965年4月2号，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并明确表示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以及告诫美国不要再犯类似于朝鲜战争的错误。其中的后一点就是在警告与威胁美国不要进入北纬17度线以北地区。毛主席等人深知美国吃硬不吃软，放狠话之余，我方还立即做出行动。4月9号，中央军委撤销了只监视不还击的决定，开始对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军飞机予以坚决还击。5月14号，我方还进行了第2次核试验，用成功空投原子弹的方式向美方表明，中国打得起核战争，也不会惧怕核战争。不光是在国境线上秀肌肉，为了对美国造成直接压力，中共中央还在同一时间批准了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协定。没过多久，人数多达数万的中国工程兵与防空部队就出现在了北越境内。中国应对战争的一系列行动很快就被热衷于战争的美国人注意到了。而在发觉中国动真格了之后，美国人立马冷静了下来，并开始对中国的战争决心进行重新评估。在发觉中国数万支援部队进入北约之后，美国人一反常态地开始讲道理。约翰逊政府报告显示，美国人此时开始认定中国将按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去做，并以此为依据，破天荒地开始听从中国人的意见，并要求美军真的不要越过北纬17度线。随着中国援越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入北越，美国人不仅开始在行动上变得克制，在舆论上也开始出现转向。1966年年初，美国副总统先是表示，遏制中国不代表要孤立中国，继而又在中美会谈中3番5次地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中国的强硬应对还在正面战场上收获了回报。意识到美国人态度软化之后，深知美国吃硬不吃软的毛主席继续指示更多的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在人数最多的1968年，在北越的解放军工程与防空部队总人数曾达到17万人以上。而美国面对此情此景，不仅继续遵守不越过北纬17度线的底线，甚至开始指挥自己的空军在对北越的空袭中保持克制，以避免炸到中国的支援部队以及支援装备。中国的决心最终让中国获得了这一轮外交博弈的胜利，并为北越最终赢得越南战争打下了基础。然而究其根本，毛主席对美国人的清晰认知是中国在外交方面获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但即使遵守了中国划定的底线，1966年的美国依然相信，他们即使无法越过北纬17度线，依然有机会获得战争的胜利。这种奇怪的想法最终让上百万美国青年来到了越南战场，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一整代人。美国究竟在越南投下了多少筹码？我们下期再见。